坐着老旧的巴士，我终于抵达了印斯茅斯。整个镇子破败不堪，人烟稀少。正当我发愁如何才能探寻印斯茅斯历史的时候，百货店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，镇上有一名老人知晓印斯茅斯的过去，他叫扎多克·艾伦。如果我想见他，可以去镇北的救济院或者消防署附近找找。据小伙子说，只要他酒劲上来，就会说很多掺杂了妄想的老故事，还是不要靠近为好。我毕竟年少轻狂，幻想或许能在威士忌的帮助下，从他滔滔不绝的混乱话语中找出埋藏其中的真实历史。紧靠广场的艾略特街上有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，很容易就在这家店的后门买到了一瓶威士忌。回到广场上，我发现运气站在我这一边。从吉尔曼旅馆的拐角处慢吞吞地走上配音街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老扎多克·艾伦身穿破衣烂衫的瘦高身影。我按照计划行事，炫耀刚买到的烈酒，借此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然后引他到无人区。我根据百货店小伙子画给我的示意图制定路线，走向南边的荒弃滨海区域。那里唯一能看见的活人是远处防波堤上的渔民。向南再走几条马路，我就能避开他们的视线，找个废弃的码头坐下来，不受打扰的好好盘问一番老扎多克。快走上主干道的时候，跟在我身后的老扎多克终于忍不住向我讨要我手中的酒。我放慢脚步，让老先生赶上来，然后请他灌了几大口威士忌。我开始试探他的口风，却发现老人的话匣子不像我想象中的那般容易打开。走着走着，我看见崩裂的砖墙之间有一块面向大海、杂草丛生的空地，空地前方伸向大海的码头上爬满了野草，水边有几堆蝙蝠青苔的石块，勉强可以充当座位。若是想长时间私下交谈，这里是个颇为理想的地点。于是我领着他拐下小径，在石块中找到地方坐下。死亡和荒弃的气氛令人畏惧，鱼腥味大到几乎无法忍耐，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。如果想搭8点的巴士去阿卡姆，那就还有4个小时可供交谈。于是我一边继续灌老酒鬼和威士忌，一边吃着我的廉价午餐。1小时后，他的沉默显示出要消失的迹象，但让人失望的是，他依然在回避我的问题，不肯谈及印斯茅斯和他那阴影笼罩的过去。第2个小时行将结束，我心想这一瓶威士忌只怕还不足以问出个所以然来，考虑要不要把老扎多克留在这儿，自己再去买些烈酒。就在这时，老先生站起身来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他散漫的视线落在远处恶魔礁贴近水面的轮廓上。此刻的恶魔礁清楚而几近魅惑地显露在波涛之上。他朝我弯下腰，揪住我的大衣领口，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些不可能有其他意思的只言片语。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。恶魔礁，那是通往地狱的大门。奥贝德马什船长，那个恶魔式的男人，他在奥大河地东面发现了一座奇妙的岛屿。那座岛有打不完的鱼，而且有许多古老的难以估量的石像遗迹，有类似复活节岛石像的雕像，有像青蛙、象鱼，又有人类特征的雕刻，还有戴着刻有那些怪物纹样的黄金手环或头饰的原住民。他们是卡纳克民族，有一位叫瓦拉基的酋长，族内就有眼球突出、样貌可怖的族人。卡纳克族没有老人，而且年轻女人频频失踪。奥贝德觉得奇怪，便趁交易的机会打探各种缘由。他相信瓦拉基的话，因为他是个能看穿人心的人。现在我说这些，谁也不相信我。年轻人呢，我看你也不会。说起来，我越是看你，就越是觉得你有一双和奥贝德一样能看穿人心的眼睛。老人的低语声变得越来越轻，尽管他讲述的只可能是酒后抑郁，但语气中那种不祥的意味还是让我不寒而栗。他继续讲述着，奥贝德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东西。远在诺亚方舟制成之前，众神就在海底建造了城市定居下来。后来海底隆起，那座城市的一部分浮出海面，卡纳克族就在浮出的岛上与神相遇，并开始交易。每年的武硕节和万圣节，他们献上年轻人做祭品，向海中众神换来大量的鱼和类似黄金的东西。卡纳克族因此过得很富足，但谁也不知道祭品最后去了哪里。后来
海中众神登陆了卡纳克族居住的小岛，意图与人类交配。卡纳克族忠告他们说，如果被别的部族知晓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但众神回答，不必在意，如有必要，他们可以消灭所有人。不过，有古老者之印的另当别论。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若有外人来，他们可以潜入海底。要和那些像蛙又像鱼的怪物般的众神交配，卡纳克族也很犹豫。但是他们从众神那里得知一件事情后，就接受了要求。神说，所有生物都是远古时代从水中登上陆地的，所以只要稍微调整身体，就能重新回到水中生活。与神混血就能做到这一点。混血儿一开始与人类无异，但时间一长，他们就会逐渐变成怪物，最后潜入海中，成为那里的一员。而潜入海中的人都将永生不死。渐渐的，岛上的人忽视了死亡，甚至乐于变化身体。奥贝德可能和那种不惜牺牲也要实现永生的想法产生了共鸣。那家伙从瓦拉基那里学会了神之仪式和咒文，虽然没能看见海中众神，但瓦拉基给了奥贝德一件用铅之类的材料制成的东西。船上的一名航海员马特觉得这种异教很危险，劝告过奥贝德船长，但船长无视了他的话，继续和卡纳克族交易，购入了大量类似黄金制成的装饰品，还建起了炼金厂，二次加工以隐藏黄金的来源，再向外售卖，积累了亿万财富。1838年，岛上的卡纳克族突然全部消失了，岛上的遗迹被破坏殆尽，到处都是刻有万印的石头，那恐怕就是海中怪物所畏惧的古老者之印。奥贝德绝望了，询问邻近的部族也无人理会。失去黄金来源的奥贝德和印斯茅斯苦不堪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奥贝德开始辱骂镇上的人是愚钝的羔羊，只会向基督教的上帝祈祷，而上帝根本不理睬他们。他说他知道有些人向某些神灵祈祷，得到的回报非常丰厚。假如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他，他说不定能够掌握某种力量，召唤来大量的鱼群和相当多的黄金。他的船员们去过那个岛屿，当然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有点心动，问他需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皈依那种能够带来结果的信仰。说到这里，老人支支吾吾地嘟囔起来，陷入了忧虑和沉默之中。他紧张地扭头张望，然后转回来，着迷地望着远处的黑色礁石。我对他说话，他没有回答，因此我知道必须让他喝完那瓶酒。虽然这通疯狂的叙述像是天方夜谭，但是我却强烈且不安地迷上了这个故事。他喝光了最后一滴烈酒，压低声音自言自语。可怜的马特，他一直反对这件事情，想说服镇民支持他，找牧师长谈，但完全没用。奥贝德把教会的牧师们都赶出了小镇。我当时还很小，但都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他再次停下，看着他水汪汪的蓝眼睛，我担心他醉得已经快要不省人事了。我轻轻摇晃他的肩膀，他转身瞪着我，吐出一连串更加晦涩的话语。你不相信我是不是？那你如何解释船长和船员为什么每夜都去恶魔礁？为什么高声歌唱连镇上都听得到？他们往岩礁那头的深海里丢了什么？还有，他们在武硕节和万圣节折腾什么？他双眼透出几近凶蛮和癫狂的神情，脏兮兮的白胡子像触电似的根根竖起。那天晚上我都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奥贝德他们去岩礁的身影。我拿出了父亲的望远镜，窥视恶魔礁。奥贝德和那帮人划着一艘平底小船，但那些黑影从恶魔礁的另一侧跳入深水，就再也没有浮上来。假如一天夜里你看到奥贝德的小渔船划到恶魔礁的另一头，扔下什么沉重的东西，然后第二天听说一个年轻人从家里失踪了，你会怎么想？从那以后，镇上就变了样，地狱之门开启了。炼金厂的烟囱又开始冒烟，铁路有了支线，鱼群涌入港口，因斯茅斯港几近繁荣。金斯波特的渔夫们闻风而来，想在因斯茅斯捕鱼，但没过几天就全部失踪。奥贝德并没有打算照办卡纳克族做的那些事。我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想混血，也不想养育长大了会回归大海永生不死的孩子。他只想要得到黄金。但是到了1846年左右，镇上的官员觉得可疑，开始着手调查。
毕竟有很多人失踪，又有毒神的机会，而且那座岩礁也传闻四起。我把在屋顶上看到的景象告诉了市政委员莫莉。一天夜里，有一帮人跟着奥贝德的人去了恶魔礁。我听见2艘渔船之间响起枪声。第二天，奥贝德和另外32人被关进监狱。所有人都在讨论镇上打算用什么罪名控告他们。如果我们当时知道未来将会如何。扎多克显露出惊恐和疲惫的迹象。我让他沉默片刻，稍作休息，自己担心地看了一眼手表。潮水已经调转方向，此刻正越涨越高。涨潮让我颇为高兴，因为在高水位下，鱼腥味或许就没那么浓烈了。我再次凑近老人，聆听他的低声诉说。整整2个星期，没有任何祭品被扔进大海。那个可怕的夜晚，我看见了他们成群结队，蜂拥而至，爬上恶魔礁，顺着海港涌入马努塞特河。上帝呀！那天夜里在因斯茅斯的街道上都发生了什么？尸体和垂死的人堆积成山，到处都是枪声、尖叫声和喊叫声。我匆忙返回房间，看到父亲端起毛瑟枪。父亲说他要去找莫莉委员，他叮嘱我千万不要开门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从厨房窗户出去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镇上的人锐减了一半，官员和保安官不是成了尸体，就是消失不见。怪物们释放了船长等人。奥贝德船长说往后一切都会改变，要恭敬地对待他们，与他们结合生子，成交他们所需之物，如此便可得到黄金和鱼。船长走火入魔了，他宣誓效忠他们，掌管了因斯茅斯。我们也被迫立下大官誓约。外人发现因斯茅斯的人少了，大家就众口一词都说是瘟疫惹的祸，谁都无法反抗。他们还有成千上万的族人潜伏在海中，没有古老者之印的我们，只能选择顺从或者自杀。知道内幕的我早该被杀了，但我立过第1和第2誓约，并受其保护，除非他们能证明我故意把镇里的事情告知他人。1846年，船长奥贝德娶了他第2个老婆，但镇上的人压根没有见过他。有人说他不愿意娶，但他们要求他这么干的。他们生下了3个小孩，2个在很小的时候就不见了，但有一个女儿，她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，所以被送去了欧洲读书。奥贝德最后把她嫁给了一个不知情的阿卡姆人。现在管理炼金厂的是巴拿巴斯马士，他是奥贝德的孙子。他父亲阿涅福斯是奥贝德与第1任妻子生的长子。涨潮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老人的情绪逐渐从伤感和悲痛变成了警惕和恐惧。他时常暂停片刻，紧张兮兮地扭头张望或抬头眺望礁石。尽管他的故事是那么疯狂和荒谬，但他的隐约忧虑也还是感染了我。那些恶魔真正恐怖的地方，不是他们曾经做过什么，而是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他们将各种东西从原先居住的海底搬进镇子，已经持续了10几年。他们住在河流以北，沃特街和主干道之间住满了水底魔鬼和他们带来的东西。等他们做好准备。听我说，你知道休格斯吗？老人突然开始尖叫，他的视线越过我，望着散发恶臭的海面。我扭头去看他究竟看到了什么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，只有越涨越高的潮水。他眼皮抽搐，牙龈颤抖，他的声音重新出现，但已经变成了站立的耳语。快离开这儿，他们看到我们了。为了你的小命，快跑吧，他们已经知道了，快逃出这个镇子。没等我收拾起混乱的头脑，他已经松开我的肩膀，发疯般地跑向街道，绕过仓库的断壁向北跑去。我走到沃特街向北望去，扎多克·艾伦早已无影无踪。